消失整个夏天的普莱突然开口，第一句就冒犯阎王。今年连环11场规模7强震，他说根本不是天灾。2026年5月底，普莱在节目上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这将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公开讲预言，理由他自己讲得很清楚，这些年他泄露的天机太多，上面已经给过他警告，后来他去印度朝圣又被再一次告诫，所以他决定闭口。那时候没有太多人当真，因为这种话在这个圈子里并不新鲜，很多人以为他过2个星期就会回来，结果他真的消失了。6月过去了，7月过去了，而这2个月刚好是整颗地球最不安静的2个月。等到8月，他突然又开了口，而让很多人愣住的是他回来说的第一句话。那句话不是我们熟悉的开场，过去这么多年，他每一次出现，第一句几乎都是同一个句型：阎王告诉我，或者我看到一个画面。他的整套话语权就建立在那位他称之为阎王的存在身上。他不是算命的，这一点他自己一再强调过，他的身份是通灵的人，是把上面的话传下来的那个管道。所以每一次灾难在他的叙事里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构，那是警告，是提醒，是因为人做错了什么，所以上面让你先看一眼。既然是警告，就意味着还有得谈，还可以求，可以做功德，可以拜，可以躲。这是这整套语言最迷人的地方，他从来不只是吓你，他同时给你一条出路。可是这一次他回来，第一句讲的不是谁告诉他什么，他说这一连串的地震是整条环太平洋火山带正在自我调整，而这个效应会持续3到7年。你先不要觉得这句话平淡，把它放回他自己的叙事系统里，这句话的杀伤力其实不小，因为它等于是说这件事不是谁在生气，不是谁在下判决，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已经排好的过程，会走完它该走的年份。他不看你有没有拜，不看你有没有忏悔，也不会因为谁做了什么而提前结束。网络上很快就有人这样解读，他这一句等于把阎王从一个审判者降格成了一个播报员。我们要说清楚，他本人并没有说过我要顶撞阎王这种话，这是后来网友的解读，是一种带点戏谑的说法。但这个解读之所以传得开，正是因为他戳中了一个真实的落差。一个靠通灵立身的人，在消失一整个夏天之后回来，讲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板块，是地质构造，是一个可以用年份计算的物理过程，这在情绪上就是一种转向。那么问题来了，他这句话到底站不站得住脚？我们把他的话先放下，来看看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半岛电视台在8月17号做过一次统计，数据来源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到8月中旬为止，全球记录到规模6以上的地震有91场，其中规模7以上的有11场。这个数字要怎么看？从2016年到2025年，全球平均每年会有133场规模6以上的地震，最少的一年是2024年的99场，最多的一年是2021年的157场，所以到8月中就累积91场。确实比过去10年的平均节奏稍微快了一点，但仍然落在正常区间里。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一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场达到规模8或规模9，也就是破坏力最大的那2个级距，一场都没有。这里要先补一个很多人搞不清楚的观念，地震规模用的是矩阵级，它反映的是震源释放出来的能量，而且它是对数尺度。什么意思？每往上跳一个整数，地面摇晃的幅度大约是10倍，释放的能量大约是32倍，所以规模4到 4.9 算轻微，但也可能造成损害。规模5大概会让建筑物中度受损，规模6已经算强震，地面摇晃是规模4的100倍，能量是1000倍，规模7就进入重大灾害的层级，足以造成大规模人命损失跟基础设施破坏。至于规模8以上，那叫巨震，可以在一大片区域里造成接近全毁的后果。而人类仪器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是1960年5月22号智利瓦尔迪维亚的规模 9.5， 那场地震掀起横扫整个太平洋的海啸。第二大的是1964年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的规模 9.2， 而2004年12月26号苏门答腊外海那场规模 9.1 到 9.3 引发的海啸，在整个印度洋沿岸夺走大约22万8千条人命。有了这个尺度感之后，我们再回头看2026年这11场，
它们的分布太集中，也太靠近人。我们按时间顺序走一遍。1月，印尼塔劳群岛，规模 7.1。2月，马来西亚沙巴的哥打基纳巴卢外海，规模 7.1。当地媒体形容那是马来西亚近年来最强的一次地震。这在一个大家印象中不太地震的国家，本身就是一则怪闻。3月，东加外海，规模 7.5。3月底，万纳杜的圣多岛，规模 7.3， 造成建筑受损跟大规模停电。4月初，印尼特尔纳特外海，规模 7.4。4月下旬，日本宫古外海，规模 7.4。4个月，6场，全部落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那时候还没有人特别在意，因为死伤都不算惨重，新闻跑个2天就过去了。然后是6月8号，那天早上7点37分，菲律宾南部的沙兰加尼省外海发生规模 7.8 地震，震源深度33公里，震央在马西姆镇西南方约32公里的海底。那天刚好是菲律宾开学的第1天，数百万个孩子正要在暑假结束后回到教室。海啸警报一路发到印尼、帛琉、巴布亚纽几内亚还有台湾，实际观测到的海啸高度约1公尺。这场地震造成47人死亡，688人受伤，31人失踪，受影响人口大约37万人，其中被迫离开家园的家庭超过17000户。光是山崩就在沙兰加尼省压死了13个村民。在大城市将军城，一所大学的建筑在镜头前碎裂剥落，一整栋速食店垮了下来，机场停止商业航班，只保留给政府、军方跟人道救援使用。当时菲律宾媒体形容，这是该国50年来破坏力最强的地震之一。但真正把所有人打醒的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当天傍晚6点04分，先是规模 7.2， 震源深度 20.3 公里，然后在39秒之后，规模 7.5， 震源深度10公里，两个震央相距不到10公里，地震波形几乎一模一样。这在地震学上叫做双声地震，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断层属于圣塞巴斯蒂安断层系统，是浅层走滑型破裂，而这个系统早在多年以前就被学界点名过，说它是未来大地震的潜在来源之一。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次没有征兆的意外，是一张早就挂在墙上，只是没有人愿意认真读的清单。这是委内瑞拉自1900年以来最强的地震，死亡数字的爬升过程本身就是一则新闻。第一天，官方说164人，第二天188人。7月1号，2295人受伤，超过11200人。7月9号，超过3800人确认死亡，16700人受伤，4万多人失联。到了8月，统计来到超过6500人死亡，约22万人受伤或住院，还有几万人下落不明。首都加拉加斯周边超过250栋建筑物受损或全毁，沿海的拉瓜伊拉州最惨，有80%的建筑物倒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灾损评估系统一开始就直接发出红色警报，联合国内部甚至一度按照最多1万人死亡的规模在做准备，经济损失估计达到67亿美元。而这一切还发生在一个资讯被封锁的地方。当时全国有200多个网站被挡，包括本地和国际新闻、社群平台，还有翻墙工具。家属连要找人都找不到管道，只能在少数几个缝隙里发文寻人。接着是7月17号，墨西哥恰帕斯州外海靠近瓜地马拉边界的地方发生规模 7.4 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海啸警报一度发布，范围涵盖震央周围300公里的海岸线。瓜地马拉市跟萨尔瓦多都有明显摇晃，人们冲到街上，政府大楼启动疏散程序。当天中午统计到大约80次余震，最大一次规模 6.5。 而伤亡呢？2个人受伤，一个是从3楼跳下来，一个是被掉落的门打到。恰帕斯州长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可惋惜的。海啸警报在确认海平面没有明显变化之后被取消。这件事你先记住，等一下我们会回头谈它，因为它是整篇故事里最重要的一块拼图。8月10号早上7点34分，哥伦比亚西部的乔科省，规模 7.4， 震源深度大约97公里。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最强的一次地震，也是近10年来最强。这个位置正好是纳斯卡板块、南美板块跟加勒比板块3方互相作用的地方。
摇晃波吉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连厄瓜多跟巴拿马都有感，全国有超过20个市镇受到影响。卡利一家医院的儿科跟新生儿科整区塌陷，光是这座城市就有32栋建筑物倒下。佩雷拉的缆车在半空中卡住，乘客被困在车厢里大约6个小时才被救下来。马尼萨莱斯的缆车系统也因为结构受损而停驶，死亡数字从111人到132人到224人，最后升到287人以上，超过3900人受伤，国家进入灾难状态。乔科省山区的村庄被夷平，土石流又把路封死，食物、药品跟救援物资整整卡了好几天才进得去。5天之后，8月15号清晨5点58分，印尼弗洛勒斯岛外海，规模 7.7， 震源深度10公里，震央在恩德市西北方约68公里。当天岛上发生超过230次余震，最强的一次规模 6.2。 而在几个小时之后，远在几千公里外的苏门答腊又发生规模 6.9。 海啸在4个省的16个地点被观测到，虽然规模不大，但足以让沿海村落受损。死亡人数从2人到47人到53人，再到68人以上，1300多户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迫离开家园。光是西卡县就有3300多人躲进体育馆，港口城市茂梅雷的码头候船室整个塌掉，居民在倒塌的家门口搭起帆布过夜。而最让当地人发抖的是，同一段海岸线在1992年12月曾经发生过几乎一样强度的地震，那次连同海啸在弗洛勒斯岛上夺走超过2500条人命。在我们继续之前，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停下来想的问题，为什么2026年给我们的感觉比数据显示的还要恐怖？答案其实藏在时间轴里。前4个月的6场地震分散在印尼、马来西亚、东加、万纳度、日本，每一场之间隔了好几个星期，而且死伤有限。可是从6月8号开始，事情变了。6月8号菲律宾，6月24号委内瑞拉，7月17号墨西哥，8月10号哥伦比亚，8月15号印尼。68天之内，5场规模7以上的地震，而且每一场都直接砸在有人居住的地方。当灾难以这种密度出现，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去寻找一条线，把它们串起来。人类天生就是在噪音里找图案的动物，这种能力让我们的祖先在草原上活了下来。可是放在地震统计上，它会让我们看见一个其实不存在的剧本。更麻烦的是资讯环境，2026年的我们跟20年前的我们接收灾难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委内瑞拉大楼倒塌的画面，哥伦比亚缆车悬在半空的画面，印尼村民抱着小孩往高处跑的画面，这些东西在事发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手机上，一只接一只，不会停。过去一场远方的地震对我们来说只是报纸上的3行字，现在它是一段有声音、有哭喊、有尘土的影片。所以当有人告诉我们这一切是有原因的，是有人在调整，是有一个持续3到7年的周期，那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安慰。他把一堆随机发生、彼此无关的事件包装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人类是需要故事的。好，把这一整串名单摊开来看，我们再回头问那个问题，他说这不是天灾，他说这是环太平洋火山带在自我调整，这句话到底对不对？他的说法其实可以拆成2半，一半讲的是地质，一半讲的是水。我们先看地质这一半。地球的外壳被切成好几块会移动的板块，每一块大约100公里厚，底下坐着虽然是固体但会缓慢流动的地寒岩石，几百万年来一路拖着它们走。板块一直在动，但边缘常常卡死，应力就这样一年一年累积，直到岩石沿着断层破裂。而全球大约90%的地震就发生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那是一条从美洲西岸延伸到俄罗斯远东，再往下绕过东南亚直到纽西兰的带状区域，包含日本、菲律宾跟印尼。另外还有一条阿尔卑斯带，从爪哇穿过喜马拉雅一直到土耳其跟地中海，贡献大约 17% 的大型地震。所以这些地震发生在哪里一点都不神秘，它们就发生在板块互相挤压、互相摩擦的边界上。从这个角度说，他讲的方向没有错，但是他那句持续3到7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美国地质调查局讲得很直白，地震没有季节，
长期记录显示地震全年都在发生，找不到任何一致的季节规律。断层上的应力是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单位在累积的，它不可能被塞进一个12个月的循环里。科学家从来没有办法预测一场大地震什么时候会来，这句话不是谦虚，是事实。他们能做的是计算某个区域在未来若干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几率，而这个工作真正的价值是拿去撑起建筑法规，还有运作那些在地震已经开始之后争取几秒钟的预警系统。所以那个3到7年不是一个科学结论，那是他的语言，是一种让不确定感变得可以被握在手里的说法。现在看他说法的另外一半，也就是水的那一半，而这一半，说老实话，比地质那一半更有意思。他讲的是，接下来的山洪会以一种茶色的水团形式出现，从高处，从邻国边境那一侧灌下来，而且会来得比以往更快、更猛。理由不是天要下多大的雨，而是森林面积已经少到留不住水了。你注意到没有？这句话才是他那个不是天灾真正的落点。地不会自己变成这样，山不会自己秃掉。如果洪水变猛的原因是树被砍光，那这件事就不能记在老天头上。那8月的泰国实际上发生了什么？8月2号，泰国防灾减灾厅就已经下令北部17个府提前备战，把抽水机跟救生艇预先送进高风险区，成立24小时监测中心。8月10号，夜风送的美沙良河把河岸掏空，一段长超过30公尺、深约5公尺的缺口出现，公路被土石跟道树截断。同一时间，东北部的纳空拍农 107.9 毫米的雨造成市区严重淹水，府尹形容那是近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湄公河水位一度只差 1.23 公尺就要碰到警戒线。8月18号到19号，南府开始出事，普阿县有测站在24小时内累积 277.6 毫米，波哥良县3个小时下了246毫米，6小时330毫米，上游部分地区4个小时就下了388毫米。8月19号，副总理签下紧急命令，要求南府、帕瑶府、南奔府立刻启动24小时细胞广播警报，并且待命1架直升机。到20号，素可泰已经有3个县、16个分区、89个村庄确认淹水。而泰国国家水资源办公室对这场雨的解释是什么？低压槽把安达曼海的水汽一路推过来，撞上泰辽边境的琅勃拉邦山脉，被山抬升，然后在山的这一侧倾泻下来。你把这段话跟他那句从高处，从邻国边境那一侧灌下来的茶色水团放在一起看，重叠度确实高的让人不太舒服。但我们也必须把另一面讲清楚，这场雨不是谁事先看到的画面。泰国气象厅在8月初就已经预报整个8月的雨量会高于常年。防灾厅的17府动员令是8月2号下的，比他那段话还早。西南季风配上季风槽，这是东南亚每年都要走一遍的剧本，差别只在强度。用一句话总结，他说对了方向，但这个方向并不是只有他看得见。那我们该从这一整年里读出什么？我想最诚实的答案藏在2026年那3场规模 7.4 里面。同样一个数字，3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墨西哥那场震源在外海，深度10公里，结果只有2个人受伤。哥伦比亚那场震源深度97公里，深深埋在地底下，能量往上传到地表已经被消掉一大截，结果死了287人以上。委内瑞拉那场 7.5 深度10公里，正对着一个人口密集的首都圈，结果超过6500人丧生。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规模那个数字，而是震源多深，离城市多近，地基是什么土，有没有可能引发海啸或山崩，还有最重要的，房子是谁盖的，照着什么标准盖的。过去10年死最多人的地震从来都不是规模最大的那几场，而是刚好发生在人群底下的那几场。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感觉。6月8号菲律宾那场规模 7.8 海啸警报是有发到台湾的。我们住在一个平均每年感受得到有感地震的地方，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学校做过防震演练，我们知道要躲在桌子底下，要护住头颈，要等摇晃停止再移动。这些看起来很无聊的动作，才是真正把死亡数字往下压的东西。委内瑞拉那场地震之所以会死超过6500人，不是因为它比别的地震更凶，而是因为拉瓜伊拉有80%的建筑物挡不住那一下。
同样的能量打在建筑法规严格、地基做过调查、有早期预警的地方，结局会完全不一样。这不是运气，这是几十年累积出来的差别。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那个细节，圣塞巴斯蒂安断层跟波科诺断层早就被地质学家点名过，说它们是未来大地震的潜在来源。这代表什么？代表这场灾难在科学意义上是被预告过的，只是预告的方式不是某某人某天说了什么，而是一份没有人想读的技术报告。世界上最准的预言往往长这个样子，它没有戏剧性，没有画面，没有神明背书，它只是一张标着断层位置跟几率的地图，安静地躺在某个研究机构的网站上，等着被人翻开，而我们宁愿去听一个更好听的版本。那他消失前留下的那6个预言又是什么？根据7月底的报道，他在闭口之前留了6件事。第一，云端上的数位资产跟加密货币会出现剧烈波动，很多人深信不疑的数位财富可能会意外蒸发，所以他建议大家身上留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金。第二，网络可能会突然大规模瘫痪，连带冲击云端跟区块链，结果就是那些砸大钱用人工智慧取代人力的企业，最后可能得回头再把人请回来，而那些持续勤奋、诚实、愿意精进自己的人，在任何时代都还是被需要的。第三，会有一场水面下的战争，而最后的赢家会跌破全世界的眼镜。第四，一种透过水源传播的新型超级病毒。第五，中东的沙漠地带会出现极端的大洪水。第六，一个外形接近爬虫类的外星族群会潜入地球，目的是争夺某种远古矿物，并且因此引发资源冲突。这6条，你会发现它们的可验证程度差距非常大。留现金这一条，就算完全不谈预言，本来就是一句合理的风险管理建议，而且几乎不可能被证伪，因为市场总会有波动的一天。中东沙漠出现大洪水，过去几年在阿联、沙乌地都真的发生过，门槛其实不算高。网络瘫痪拖垮云端，这件事在资安圈本来就是年年在讲的风险，而最后那一条爬虫人大概就是绝大多数人下车的地方。有意思的是，连报道这件事的媒体自己都特别加了一句，这些内容应该被当成个人信仰来看待，而不是可以拿来确认未来的资讯。而他更早之前的那些话也值得放进来对照。2025年12月，他替2026年下的定义是活马年，他说会受点伤，但撑得过去。他那时候就说，最可怕的还是灾难会比前一年更重。他提醒大家要拜地母神，要留意土地的震动，地震跟地表变形，要小心电线走火、瓦斯桶跟老旧物件爆炸，特别点名没有冷气的公车要防轮胎爆裂，还要特别留意轨道系统。他甚至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火车会撞进建筑物或撞上路上的车辆，而且可能在同一个地点重复发生2到3次。他还提到黄金，说过了年中会往9万泰铢走，年底有机会摸到10万。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金条卖出价大约6万9千泰铢，而到了今年8月初，国际金价确实来到每盎司4350到4410美元之间，是2个月来的高点。今年2月13号，他曾经公开示警过火灾，讲了一些细节。而后来泰国真的发生了一起造成27人罹难的火灾事故。当网友把他当初的说法跟现场情况摆在一起比对，很多人看得头皮发麻。这种时刻，就是这类预言最有力量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初有人听进去，是不是就不会死那么多人？可是我们也得诚实面对另一面。他在同一段时间里还说过很多别的事，关于电线走火，关于瓦斯桶，关于老旧物件爆炸，关于公车轮胎，关于轨道系统。当一个人把所有可能起火、可能爆炸、可能出事的类别都点过一遍，那么在一个人口7000万、每年本来就会发生无数起事故的国家，命中几乎是一种数学上的必然。这不是要否定他，也不是要嘲笑相信他的人。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当我们在讨论一则预言准不准的时候，我们其实问错了问题。真正该问的是，这则预言有没有让任何一个人改变了行为？如果一句火灾警告让某个社区真的去检查了老旧电线，让某户人家真的换掉了用了15年的瓦斯管，那它就有价值，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反过来说，
如果他只是让100万人焦虑地划了3天手机，然后什么也没做，那就算他字字命中，他救不了任何人。当然，这种对照永远有一个陷阱，当一个人一年讲出上百条预测，涵盖灾难、疾病、政治、金价、演艺圈、交通事故，那么其中总会有几条命中。我们记得的是命中的那几条，而没有命中的就自然从记忆里蒸发了。这在心理学上有个名字，叫巴纳姆效应。我们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把模糊的叙述往自己身上套，再加上一个叫幸存者偏差的东西，媒体只会回头去报道那些说中了的片段，剪成一支影片，配上一句他早就说过了，而那些没说中的内容根本不会有人去翻。那他8月回来之后又说了什么？他一口气给了8件事。第一，要小心大型车辆。他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词叫蜈蚣车，指的是连接车、大货车跟游览车。危险点在大型十字路口跟桥下，原因是刹车失灵或载货掉落。他说这类重大事故还会再发生2到3次。第二，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茶色山洪，会从邻国那一侧的高地冲下来，而且因为森林减少，来得更快更猛。第三，环太平洋火山带的调整，泰国会沿着边境地带感受到摇晃，住在那一带的居民跟业者要提高警觉，而且这个效应要持续3到7年。第四，公共场所的随机攻击事件，地点指向红绿灯路口跟外国观光客爱去的百货公司，他同时向警方喊话，要加强盘查跟预防。第五，会有更多外国人为了摆脱痛苦而来到泰国，却在这里被骗到身无分文，导致公寓或租屋处的轻生新闻变多。第六，演艺圈会有一位过去非常红的男星，或者是近3年才爆红的人突然重病，身形消瘦到必须紧急送医，他也顺带提醒艺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第七，他看到一栋大约4到5层楼的建筑物，位置在一个靠近学校的大型十字路口，交通拥塞，路线复杂，可能会有物体撞上去，或者建筑物中段的玻璃整片碎裂。第八，是最贴近民生的一条，绿叶蔬菜的市场正在被外国资本大量收购跟垄断，导致菜价飙升，冲击泰国消费者，甚至可能在今年底引发农民的抗议行动。我们把这8条摊在阳光下看，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结构，有几条已经应验了，比如洪水，比如边境的震感，有几条则是那种只要时间够长，几乎一定会中的描述。泰国有多少个大型十字路口？有多少栋4到5层楼，又刚好靠近学校的建筑？有多少位曾经很红，或者最近3年才红起来的男艺人？当一个描述涵盖的样本足够大，命中就不再是预测能力的证明，而是几率的必然。但话说回来，第8条那个绿叶蔬菜被外资垄断的说法，反而是最不像预言，最像产业观察的一条，而它恰好也是最容易被检验的一条。这种混杂正是这类内容最难拆解的地方。而普莱自己的故事其实比这些预言更有人味。他在2024年出家受戒成为比丘尼，有自己的法号。他也一再强调过，他真正的身份不是算命师，而是通灵的人根机身。他说他从小就看得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曾经有一个女性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之后他全身发麻，无法控制自己，他才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也曾经为了让自己安静下来，跑去斯里兰卡修行，结果碰上停电11个小时，米跟油都短缺的日子，要吃地瓜，要跟猴子抢椰子。那段时间他得了忧郁症跟恐慌症，好几次觉得自己撑不下去。而在更近的时间点，他因为对泰柬边境局势做过一次预测，说1、2天内会有大事，结果引发民众集体恐慌，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他说最伤他的其实不是预言本身，而是那些说他洗钱被抓的假消息。那次之后他一度住进医院，后来公开合掌向社会道歉，说自己以后会更小心说出口的每一句话。批评他的人也一直都在，有律师公开呛声，说如果真的准，那位阎王倒是出来指一下路。也有还俗的僧人骂得更难听。你把这一整段经历放在旁边，那个消失一整个夏天的决定可能就没有那么神秘了。有些沉默是被上天要求的，有些沉默只是一个人需要喘一口气。所以绕了一大圈，他到底有没有冒犯阎王？我想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方向。
真正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是他这次回来的第一句话里，藏着一个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转折。当一个人把灾难从神的愤怒改口说成板块的调整，他其实是把主导权从天上交回了地上。因为如果灾难是惩罚，我们能做的只有求饶；但如果灾难是一个持续数年的地质过程，我们能做的就变成了钢筋要用几号，房子要建在哪里，预警系统的那几秒钟要怎么争取，山上的树要不要留下来。从这个角度看，他这一句非但不是冒犯，反而可能是他这些年说过最负责任的一句话。我一直觉得2026年真正的预言不是谁在哪一集节目上说了什么，而是那3场规模 7.4 留给我们的对照组，同一个数字，一场只有2个人受伤，一场死了287人，一场死了超过6500人，差别不在天意，全部都在人手上。环太平洋火山带不需要发言人，他自己会说话，只是他说话的方式是摇晃，而不是预言。至于那些真正救得了命的东西，建筑法规、地质调查、早期预警系统，还有那片被砍掉的森林，从来没有上过热搜，也不会有人剪成短影音配上一句他早就说过了。如果真的要从这一整年里带走一件事，我会选这个。2026年到8月为止，全球规模6以上的地震有91场，规模7以上有11场。听起来很吓人，但它落在正常区间里，真正不正常的是这些能量刚好打在哪里。菲律宾的孩子在开学第一天遇到规模 7.8， 委内瑞拉的居民在傍晚6点吃饭时间遇到2场叠在一起的强震，哥伦比亚的新生儿在保温箱里遇到医院塌陷，印尼的村民在清晨5点58分被摇醒。这些人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前一天晚上正常睡觉，也是以为明天跟今天一样，差别只在于他们住的房子挡不挡得住。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又看到一个标题说某某人预言了什么的时候，也许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句话如果说中了，我们能拿它做什么？如果一句预言只能让我们更焦虑，却没有告诉我们该把柜子固定在哪面墙上，逃生路线要怎么走，老家那栋房子的地基到底行不行，社区的排水沟有没有人清，那它到底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只是在喂养我们的恐惧？你怎么看呢？如果他说的那个3到7年真的成立，那我们剩下的时间应该拿来拜，还是应该拿来把墙补好？今天我们来聊聊9月那一道闸门。先给大家一串数字。1992年4月3日，一份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被送上表决，结果是2633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另外还有25个人根本没有按下表决器。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2003年6月开始下闸蓄水，2006年5月20日坝体主体浇筑到顶，2012年7月4日32台机组全部投产，总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坝长2309公尺，坝顶高程185公尺，总库容393亿立方公尺。这是我们这个物种盖过最大的一座混凝土重力坝，每一个数字都大到不像真的。可为什么偏偏到了2026年这个夏天，一个泰国预言者被转述出来的一句话，就能让所有的线又一次全部指回这一座坝？2026年8月14日，一个叫做时光之谜的频道发了一支20分51秒的影片，3天118452次观看，标题里塞满了东西，冥王警告水劫，9月将有毁灭性大灾难，三峡大坝总设计师受审噩梦，用黑巫术偷走别人的气运，招致毁灭性代价，普莱揭晓财富转移的秘密。一支影片6个钩子，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能开一整集。所以这是预言吗？这是命理吗？还是这只是一份写得特别好的流量说明书？我们今天要一条一条拆开来看。而最可怕的是，拆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这6个钩子里面真的有一样东西是真的，真到会让人背脊发凉，只是它跟预言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到底是哪一样？动手之前，我们先立一个东西，整支影片我们都会不断回到它，把这件事情想成一座水库，真正的水在库里面，你看不到。你能看到的只有墙上那一支水位计，还有坝顶那一道闸门。预言家做的事情从来就不是把水叫来，他做的事情是先在墙上画一条线，然后搬张椅子坐下来等。水涨上去碰到那条线，他就是神；水没涨上去，
这条线就默默被擦掉，换一面墙重新画。所以我们今天要盯的不是水，是那些画线的人，是那条线画在哪一格，是到底有没有人在替他们算命中率。而拆到最后，各位就会发现，我们从这一面墙上看见的其实不是别人的脸，是我们自己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从那个被画在9月的人开始。第一个问题，普莱到底是谁？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因为这一段关系到后面所有的判断。在中文影音圈的转述里，这个名字通常被写成普莱，多数频道把它说成泰国的神婆，也有的只写成预言者，连身份要怎么称呼都还没有统一。而他的说法传到我们手上，中间至少隔了3层。泰文的原始发言是第1层，泰国当地媒体或者社群平台的整理是第2层，中文频道的转述跟配音是第3层。到今天为止，公开能查到的中文资料，绝大部分停在第3层。他哪一天讲的，在哪一个节目讲的，原句的泰文怎么写，这些东西目前并不好查。这不是我在推卸责任，这是一句事实描述，而且这个事实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因为一个名字传得越远，能查到的原话反而越少，这是所有预言产业共同的物理定律。所以严格讲起来，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普莱说了什么，我们讨论的是普莱被转述成说了什么。这2件事差很多。就像你听到隔壁邻居说，巷口那家医院昨天好像很忙，跟你自己走进去挂号，亲眼看到候诊号码跳到第几号，是完全不同等级的资讯。这一点请大家先牢牢记住。我们后面每一次讲到9月有水节这5个字，都是在讲那支影片的转述版本，不是在讲一份可以逐字比对的原始文本。这个限制不会消失，它会一路跟着我们到片尾。我还要补一句公平话，查不到原话不等于这个人在说谎，这2件事一定要分开。泰国的预言文化本身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电视节目有固定的占卜单元，报章杂志年年做新年运势，寺庙系统跟世俗生活缠得非常紧，这些都是可以观察、可以拍下来、可以做田野的东西，不是谁编出来的。所以普莱这个人很可能真的讲过某些话，问题只在于那些话经过3层搬运之后，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还剩下几成是原来的形状。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得了，包括他自己。好，那我们来看看那一条线到底画在哪里。9月就是9月，不是9月几号，不是哪一条江，不是几点钟，不是哪一个流域，就是9月，整整30天，一整格，连个边都不修。这种画法我们今天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日历狙击手。日历狙击手的装备非常简单，一本日历，一支笔，一个月份，结束。它不瞄准，它只圈范围。你想想看，一个月有30天，全球每一天都在下雨，每一天都有某一条河在涨水，你圈一整个月，等于在射击场上把整面墙都涂成靶心，然后宣布自己百发百中。而且日历狙击手最厉害的一招是他从来不圈已经过去的月份，他圈的永远是下一个月或者下下个月，这中间那一段空白才是他真正在卖的产品。那段空白有个名字，叫做倒数，倒数才是商品，预言只是包装纸。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内容永远在灾难发生之前最红，灾难没发生之后就完全没有人回来对账，因为对账的影片没有人要看啊。倒数有人看，恐惧有人看，而一条被擦掉的线连缩图都做不出来。来，如果现在请你登录这个游戏，3选其一， A 是你去当日历狙击手，每2-3个月圈一个月份，圈中一次红10年，没中就换一面墙。 B 是你去当那个算命中率的人，一条一条回头查，查完发现全部没中，然后被一群人骂到怀疑人生。 C 是你什么都不做，9月照样过日子，该缴的水费照缴，该收的衣服照收。你选谁？我知道我们心里都选 C， 可是我们的手指头最后全部都点进了 A， 这就是这一门生意能够存在的全部理由。好，现在我们把镜头往上抬，抬到非常远的地方，因为那支影片的标题里排在第一个的词是冥王，这是我们今天第2个主角。1930年2月18日，一个叫做汤博的年轻人在美国罗威尔天文台的摄影底片上比对出一个会移动的小点，那就是冥王星。它离太阳平均将近59亿公里，绕太阳一圈要花248年，也就是说，从它被人类发现到现在，它连一圈都还没有走完，它连一次生日都还没过。然后2006年8月24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在布拉格开会，投票通过了行星的新定义，
冥王星不符合清空轨道领域这一条，被改列为矮行星。太阳系从9大行星变成8大行星，天文学把它开除了。眼看着这颗星就要从人类的知识体系里整个除名，万万没想到，同一个月，全世界的占星师连一页星盘都没有改。所以从那一天起，这颗星就有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身份，我们今天就叫它编制外冥王。天文系不承认它是同事，占星界却让它管毁灭、管重生、管生死、管权力结构的整个崩塌，职位不但没降，还升了。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笑的一桩人事案。编制外冥王在占星里的分工是什么呢？讲白一点就是拆迁大队，凡是他走到哪一个星座，那个星座代表的领域就要被连根翻一次。这一套讲法有没有科学根据？没有。这件事我一定要讲清楚。行星位置本身是天文学，星历表任何人都查得到，误差以秒计。但是把行星位置对应到人间的吉凶祸福，那是占星学的内部规则，属于信仰跟传统的范畴，不是可以被验证的因果关系。这2层一定要分开放，不然后面整篇会全部糊掉。那编制外冥王现在走到哪里了？这个有标准答案，因为它是天文事实。2023年3月23日，冥王星第一次踏进水瓶座的范围，同年6月它又退回摩羯座，2024年1月再进去一次，9月又退回来，一直到2024年11月19日，它才算真正把家搬完，定居在水瓶座，而这一住要住到2043年。所以我们现在刚刚好活在编制外冥王搬完家的头2年。占星圈这2年集体很兴奋，坦白说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那水劫从哪里来？查到这里，我忽然发现一个非常好笑的地方，好笑到我当场整个人愣在那里。水瓶座听起来满满都是水，对不对？瓶子里装的不就是水吗？可是在占星自己的12星座分类里面，水瓶座是风象星座，风不是水。水象星座只有3个，巨蟹、天蝎、双鱼，里面没有水瓶。水瓶座的图像确实是一个人在倒水，但它的元素属性从古典占星到现代占星一路都是风。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因为冥王星进了水瓶座所以会有水劫，这个推论在占星系统自己的规则里就已经站不住脚了。这不是我拿科学去打命理，这是命理自己打自己的脸。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精细的地方，讲出来各位就会发现这个误会是怎么长出来的。然而哪知道现实再次反转，在现代占星自己的分派里，冥王星确实有一个对应的水象星座，那个星座叫做天蝎，天蝎是水象，冥王星被现代占星认定为天蝎的守护星，所以编制外冥王身上真的有水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凭空来的，可是关键在于冥王星上一次待在天蝎座是1983年到1995年，早就走完了。现在它在水瓶，把天蝎那一段的水硬搬到水瓶这一段来用，这就叫做张冠李戴，连冠都戴错了，还要拿它来预测9月哪一条将会涨，这实在是有点勉强。那编制外冥王进水瓶座，在占星的内部语言里比较常被讲成什么呢？是科技，是网络，是群体，是体制的重组，是权力从旧结构流向新结构。你听听这几个词像不像水？完全不像。可是财富转移这4个字倒是贴得刚刚好，这也是为什么那支影片的标题里会同时出现水劫跟财富转移这2个词，它们其实来自2套完全不同的逻辑，被硬生生焊在同一行标题上。标题不需要自洽，标题只需要你把手指头放上去。那我们回头验一次，编制外冥王上一次待在水瓶座是1778年到1798年前后那20年，这20年发生了什么？美国独立战争打完了，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开始铺开。占星圈非常爱拿这一段来证明水瓶冥王等于旧体制崩塌，听起来确实蛮猛的。可是我们冷静3秒钟想一下，你随便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20年，会找不到革命、战争、体制崩塌吗？找得到吧？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连续20年什么事情都不发生过。再验一次，这次是更近的。2008年1月26日，冥王星进入摩羯座，那一年的秋天，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海啸。占星圈把这一次当成镇店之宝，因为摩羯座对应的正好就是体制、政府、金融结构。这一发确实漂亮，漂亮到我都想鼓掌。但是我要问一个非常扫兴的问题，在2008年1月，冥王星刚进摩羯座的那个当下，有没有任何人公开写出雷曼兄弟这4个字？如果有，请拿出来。
我们立刻改口道歉。如果没有，那这就叫做事后对号。事后对号跟预言的差别在哪里？就在那条线是先画还是后画。还记得我们的水位计吗？事后对号的标准操作是这样的，等水退了，走到墙边，在最高的那一道水渍正上方画一条线，然后拍照发文说，我早就画在这里了。你不能说它造假，那条线确实在那个高度，但那条线是水教它画的，不是它教水长的。这一招用了几百年，到今天还是有效，因为人类的记忆天生就是往后对的。好，那2025到2026这2年的星历长什么样子？我把可以查证的部分念一次，这些不是谁的说法，这是星历表。海王星在2025年3月30日第一次进入牡羊座，同年10月退回双鱼，2026年1月26日正式进入牡羊。天王星在2025年7月7日第一次进入双子座，同年11月退回金牛，2026年4月26日正式进入双子。土星在2025年5月进入牡羊，9月退回双鱼，2026年2月正式进入牡羊。3颗外行星在2年之内接连换座，这在占星圈确实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排列，所以占星圈这2年很躁动，是真的有事情在动。这一点我不打算嘲笑，因为星历表是真的，换座是真的，这些日期你我他都查得到，1秒都不会错。换句话说，天上这2年刚好在跑一次大版本更新，而版本更新的时候最忙的从来不是玩家，是攻略频道。问题只出在最后那一步，从天上的角度变成地上的灾难，这一步中间没有任何一座可以被检验的桥不存在。可是大家都走过去了，而且走得非常快，快到没有人低头看脚下有没有东西。再来一个更硬的，2026年这一年，天上一共排了4场食，2月17日日环食，3月3日月全食，8月12日日全食，8月28日月偏食。这4个日期是天文机构的日月食目录早就算好的，算到秒。那9月呢？9月一场都没有。2026年的9月，天上干干净净，没有日食，也没有月食。所以如果9月真的是一个天象上的大关卡，它的关卡也不在实相上面。这一点日历狙击手不会告诉你，因为讲出来就不刺激了。好，我们把镜头从天上拉回地面，拉回长江上那一段，因为整支影片真正的舞台其实不是泰国，也不是星盘，是那座坝。我们先回到1992年4月3日那一天，那一天的表决结果我开头已经念过了，2633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个人没有按。这个结果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人大表决里，反对加弃权超过800票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可以查到的公开记录，新华社当年就发布了。所以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认知，三峡这座坝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一个没有人反对的工程，反对的人不但存在，而且留下了名字。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黄万里，1911年出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2001年8月27日去世。他一生做过2件出名的事情，第一件是1957年，在三门峡工程的讨论会上，他是会场里几乎唯一一个从头反对到尾的人。他主张泥沙会在库尾淤积，会把上游的城淹掉。后来三门峡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淤积问题，被迫改建。一个人对着整个会场吵到最后没有人理他。可是几年之后，那条河自己站出来替他作证。第二件事情就是三峡，他晚年多次上书，主张的核心一样是泥沙，这些都是有出版品跟公开报道可以查证的记录，不是传说，不是流传，是白纸黑字。我特别要讲黄万里，是因为他跟我们今天要拆的那几个说法完全不一样。他不是预言家，他没有圈月份，他没有讲水节，他没有讲气运，他也没有提到任何一颗行星。他讲的是泥沙疏移，是库尾淤积，是回水曲线。他的东西枯燥到没有一个频道会想把它剪成影片，因为连缩图都不知道要放什么。可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检验，而且真的被检验过，这就是差别。真正的警告永远很难听懂，很难剪，也很难红。而且反对的理由也不只有泥沙。这座坝的蓄水淹没范围涉及湖北跟重庆超过20个县市，官方公布的移民搬迁安置人数超过100万人。100万人，这个数字在人类的工程史上没有第二个例子。你把一个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连户籍带祖坟，整批往山上搬，这件事情有没有争议？当然有，而且是持续了30年，到今天还在写论文的那种争议。但这一层争议是有资料、有名册、有预算科目的争议。
跟气运、跟星盘、跟噩梦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时间往前推，1994年12月14日开工，2003年6月1日开始下闸蓄水，6月中旬水位到达135公尺。同年7月，首批机组开始发电，终于2006年5月20日，主体浇筑到顶，坝顶高程185公尺，坝长2309公尺。而在坝顶上面有一整排红色的门式起重机，一台接着一台排开，远远看过去就像一条趴在坝顶上一动也不动的红色蜈蚣。这条红色蜈蚣是这座坝最好认的特征，全世界任何一张三峡的图，只要有那一排红色，你一眼就知道是它，不会认错。红色蜈蚣的工作其实非常无聊，它负责提放闸门，负责维修，它一年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趴在那里晒太阳，偶尔动一动。可是每一次三峡出现在网络上，不管配的是什么标题，不管讲的是水节还是风水还是财富，红色蜈蚣都在。他是这一出戏最忠实的临时演员，从来没有台词，却永远都在镜头里面。他上镜的次数恐怕比全台湾任何一位命理老师都多。2008年，三峡开始175公尺试验性蓄水，当年11月水位冲到172公尺多一点。2010年10月26日，第一次真正蓄到175公尺。2012年7月4日，32台70万千瓦的机组全部投产，加上2台厂用机组，总装机2250万千瓦。2020年，三峡全年发电1118亿度，创下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的世界纪录。这些数字全部来自公开的营运资料，没有一个是传说，没有一个需要通灵。接着是他真正备考的那3次。2010年7月20日，三峡入库流量7万立方公尺每秒。2012年7月24日，71200立方公尺每秒。2020年8月20日，75000立方公尺每秒。这是建库以来的最大值。同一年8月下旬，库水位一度冲到167公尺以上。75000立方公尺每秒是什么概念？大概是每1秒钟有30座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从你面前整个冲过去，然后连续冲好几天。这种数字念出来没什么感觉，站在旁边人会发抖。那3次守住了吗？守住了，3次都守住了。那这座坝到底能挡多少？各位注意，接下来这几个数字才是真正的水位计，它们不是谁在墙上画的，是算出来的。汛期它必须把水位压在145公尺，这叫做防洪限制水位。正常蓄水位是175公尺，中间那30公尺的空间就是专门留给洪水的。换算下来大约是221亿5千万立方公尺，听起来很多，对不对？可是我们拿另一个数字来比一比，长江在宜昌断面的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大约是4510亿立方公尺，也就是说，这座坝全部的防洪库容大概只有长江一年流量的20%，20%。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这座坝不是一个水盆，它是一个节流阀，它的工作是削峰，是把一个原本会在3天之内整个砸下来的洪峰摊成10天慢慢放掉。他从来没有能力，也从来没有承诺过要把一整个汛期的水吞进肚子里。你要他挡住长江，那等于要一个人用手掌去接住瀑布。这件事情不是他做不到就算失败，这是他的设计本来就不包含的功能。可是几乎所有拿三峡当背景板的内容都在暗示他应该要做到。你看，这就是墙上那条线最阴的地方，线只要画得比坝高，坝就永远是输的。好，讲到这里就必须处理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络事件了。2019年7月，有人把某个卫星地图服务上的三峡大坝影像截图出来，图上的坝体看起来是弯的，像被人用手捏过一样。那张截图在几天之内传遍全世界的中文网络，配的标题全部都是大坝变形，随时溃坝。这件事情的后续也是有公开记录的。中国三峡集团跟官方媒体出面回应，说法是卫星影像的正摄纠正演算法在山区地形上会产生扭曲，同时公布了其他来源的影像跟监测数据，称坝体位移在毫米等级的弹性范围内。那我们该信哪一边？这里我要示范一次这个节目最想教大家的东西。我们不需要选边，我们只需要问一句，哪一边的说法是可以被检验的？卫星影像的正摄纠正会在陡峭地形上产生形变，这件事是遥感领域的基本常识，任何学过的人都能重现一次给你看。而溃坝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份公开的工程监测报告，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水坝组织，
没有任何一国的官方机构提出过支持的证据，所以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到的程度就是这样，一张图被误读了，而溃坝的说法始终停留在说法这一层。可是那张弯掉的图到今天还在传，为什么？因为它太好用了，你不需要懂遥感，不需要懂混凝土，不需要懂弹性魔术，你只要看一眼就觉得不对劲。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的武器，一张不需要任何前置知识就能引发恐惧的图。它跟日历狙击手圈一个月份本质上是同一种手艺，都是把一个复杂到没办法一句话说完的东西压缩成一个1秒钟就能理解的形状，然后那个形状刚好是错的。现在来处理那支影片标题里最重的一句，三峡大坝总设计师受审噩梦。我们先讲可以查证的那一半。三峡工程的设计总工程师是郑守仁，1940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常年就住在工地旁边那栋宿舍里。他在2020年7月24日于武汉病逝，享年80岁。他去世的时候，官方发布讣告，多家媒体都有报道，这是完全公开、随手可查的记录。那受审呢？我把话讲得非常直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公开的司法记录、判决书、起诉书显示三峡工程的设计负责人受过审判，没有，一件都没有。那个受审噩梦的说法，它的来源性质是网络流传，不是可查证的公开记录。我不打算用难道是这样吗这种句型去偷渡它，因为那样做就是骗人。我只能告诉大家，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到的程度就是这样。一位工程师在2020年因病去世，而受审的部分查不到任何依据。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种说法有一个非常阴险的结构？他不说某某人被判了几年，他说他做了一个受审的噩梦，噩梦查不到，噩梦不能被证伪，你没有办法去调阅一个人的梦。这就是这一类说法最常用的防弹设计，把整个宣称塞进一个没有人能查的容器里面。日历狙击手圈的是月份，范围够大，所以不会落空。这一招圈的是梦，连范围都不用给，因为没有人进得去。接着是第三个，用黑巫术偷走别人的气运。这件事要讲得更细致一点，因为它牵涉到别人的信仰，我不想用嘲笑的方式处理。泰国的圣物文化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佛牌、法像、各种加持物，在泰国有完整的产业、市场跟寺庙系统，这是人类学跟民俗研究早就记录过的东西，不是谁杜撰出来的。你到泰国随便一个市集都看得到，这一层是可以观察、可以记录、可以做田野调查的事实。但是偷走气运这4个字性质完全不同，它是信仰系统内部的解释框架，它回答的是为什么我最近这么倒霉这一类问题，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因果宣称。因为气运本身没有单位，没有仪器，没有基准线，你不能拿出一台气运计说我昨天82，今天只剩41。这一层我必须明确标示，它属于民俗信仰的范畴，信的人可以信，那是他的自由，我没有意见。但是把它跟三峡的入库流量放在同一句话里面当成因果讲，那就是把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硬焊在一起。第4个词，财富转移的秘密。这个词在标题里看起来最像投资建议，其实它是全部里面最空的一个。财富转移这件事本身当然是真的，任何一次金融震荡，任何一次产业替换，都伴随着财富从一群人流到另一群人手上，这是经济史的常识。可是常识不需要秘密，当一个词的前面被加上秘密这2个字的时候，通常就代表后面接的内容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方式证明，这一点请大家自己留意，我点到为止。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个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是三峡？一个泰国的预言者被转述说9月有水患，全世界那么多水，那么多河，那么多海岸线，为什么所有的线最后都被拉到长江上那一段？我想了很久，答案可能没有那么悬，因为它够大，够好认，够有红色蜈蚣，而且够有争议。你要找一个1秒钟就能让人心跳加速的画面，全世界没有几个候选人，这座坝刚好每一项都满分。换句话说，三峡在这一类内容里扮演的角色不是主角，是布景，它是一块万用绿幕。你今天要讲水节，它就是水节；明天要讲风水，它就是风水；后天要讲经济崩盘，它就是经济崩盘。他自己什么话都没说过，他只是站在那里被轮流借用。而坝顶那条红色蜈蚣就是这块绿幕右下角的浮水印，看到它你就知道，哇，又来了。好，接下来这一段是全片的重头戏，我们搬张椅子坐到墙边，替日历狙击手做一次历史结算。
这个行业历史悠久，从业人员众多，我们挑几个最有名的来算。第一位，诺查丹马斯。1555年，他出版了那本诗集，用非常模糊的4行诗写了几百则，其中一则被后世解读成1999年7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这个解读在上个世纪末红到什么程度？红到1999年那个夏天，很多人是真的在做准备的。结果呢？1999年7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到今天，那本诗集还在卖，而且卖的比1999年还好。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好笑到我一定要讲。可鬼使神差，当年那一波恐慌真正的燃料根本就不是那本诗集，而是一场天文事件。1999年8月11日，欧洲上空发生了一场日全食，时代从英国的康瓦尔一路扫过法国、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土耳其，最后到伊朗跟印度。整个欧洲抬头看见太阳被吃掉，那个震撼是真实的。可是诺查丹马斯那句被解读出来的日期是7月，日全食是8月，差了1个月。当时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因为天上发生了那么大的事，谁还会回头去对日期？而更妙的是什么？就在这个月，2026年8月12日，欧洲大陆刚刚迎来了1999年以来的第一场日全食，时代扫过格陵兰、冰岛跟西班牙北部，整整27年，绕回同一个位置。所以你懂了吧？2026年这一波集体不安，它的引擎跟1999年那一波是同一款。天上刚好出了一件大事，人心刚好需要一个解释，而日历狙击手刚好带着笔站在旁边，这3件事凑在一起就会生小孩。第二位，美国一位广播主持人，中文一般译成哈罗德·坎平，他用他自己的一套算法公开宣布2011年5月21日就是被提之日。他不是说说而已，他的电台在全世界买了大量的广告看板，有信众卖掉房子，辞掉工作，把积蓄全部捐出去，眼看着世界必亡无疑。5月21日到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改口说算错了，真正的日子是2011年10月21日。10月21日到了，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在2013年12月去世，享年92岁。你注意到那个结构了吗？第一次没中，改期；第二次没中，就没有第3次了，因为观众已经散光了。但是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的那5个月，他还是全世界最红的，那5个月才是产品。至于那些卖掉房子的人，他们的房子是真的没了。这一句我要讲的重一点，预言可以不准，代价从来都是真的。日历狙击手圈的是1个月份，被圈进去的是别人的一整辈子。第三位，2012年12月21日，这个大家都记得，玛雅长记历的第13个伯克顿在那天结束，于是全世界开了一场长达好几年的末日派对，电影拍了，防空洞盖了，有人真的搬去山上，结果那天过完，地球连一个嗝都没有打。而玛雅历法的研究者从头到尾都在讲同一句话，周期结束就是换一本新日历，就像我们的12月31日过完换成1月1日一样，那不是末日。可是谁要听学者讲换日历呢？第4位，也是最近的一位，就发生在去年。日本有一位漫画家，他在1999年出过一本以自己的梦为题材的漫画，书名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2021年，飞鸟新社推出了完全版，封面上印着真正的大灾难在2025年7月。后来网络上的解读进一步把它压缩成一个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日期，2025年7月5日。一本1999年的漫画，一句2021年的封面文案，最后被磨成了一颗子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花时间看的。这个日期在2025年上半年传遍整个亚洲，特别是香港跟台湾。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飞日本的机票需求真的掉下来。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在2025年公开宣布要停掉飞仙台跟飞德岛的航线，讲明了理由就是需求不足。日本气象厅也在2025年6月出面说明，以现在的科学，没有任何办法指定哪一天哪一个地点会发生地震。一本1999年的漫画，一句封面文案，逼得一家航空公司改时刻表，逼得一个国家的气象机关开口澄清。你说预言没有力量吗？它没有预测未来的力量，但它有改变现在的力量。更精彩的还在后面。2025年6月下旬到7月初，日本鹿儿岛县的土嘎喇列岛真的发生了大规模的地震群，短时间之内累积上千次有感地震。7月3日还发生了规模5以上的一次。你想想看，这时候网络上是什么气氛？
看吧，开始了，前兆来了。倒数的最后几天，那个紧绷感拉到了顶点。然后7月5日到了，那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日本好好的，飞机好好的，还好好的。可是万万没想到，现实在这里再一次反转。2025年7月30日，勘察加半岛外海发生规模8.8的巨大地震，日本沿岸发布海啸警报，太平洋沿岸多个国家跟着发布警报。真的有一场大的来了，只是它晚了25天，而且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自一个从头到尾没有被任何预言点过名的地方。你说这算中还是不算中？所以我们来结算一下，日期没中，地点没中，成因没中，规模的来源没中。可是那整整1个月，全亚洲的人都在讲那本漫画。这就是日立狙击手完整的商业模式。你不需要中，你只需要让所有人在你圈的那个范围里面屏住呼吸。而地球本身非常配合，因为地球每一年都会来几场大的，你只要圈得够宽，总有一场会落进你的矿里。就算晚了25天也没关系，因为到那时候已经没有人拿着码表在对了，墙上那条线就这样安安静静被水渍盖过去，没有人记得它原本画在哪一格。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上当？这里有3个机制，我们先前也专门聊过，今天简单复习一次。第一个是模糊表述，话说的越含糊，能对上的事情越多。第二个是事后对号，等事情发生了再回头去找哪一句比较像。第三个是幸存者偏差，你只记得那些好像有中的，因为那些没中的几百则根本不会有人做成影片。其实还有第4个，而且它是最近20年才长出来的，那就是演算法。演算法不懂命理，也不懂水利，它只认一件事，你有没有把手指头停在这一格上面。一只标题平淡的水库调度说明，跟一只标题写着9月毁灭性大灾难的影片放在同一个推荐列表里，结果不用猜。所以真正在替日立狙击手发子弹的不是冥王星，是我们每一次多停留的那3秒钟。这条产线上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原料。而这4个里面最狠的还是幸存者偏差。你有没有想过，同一批预言者每一年讲出来的话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我们的记忆体只会保留那1-2条看起来有中的，剩下的自动蒸发。所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这些人的命中率永远是接近100%的，因为分母被我们自己亲手删掉了。删分母，这是我们大脑内建的功能，不用外挂，不用氪金，开机就有。好，那为什么偏偏是9月？9月这一格被圈中，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它是全年最方便的一格。第一，北半球的台风季还没有结束，西北太平洋的秋台在9月、10月都非常活跃。第二，长江流域的主汛期虽然通常落在7月、8月，但是秋汛在9月也是会有的。第三，农历7月常常会横跨到国历的8月底、9月初，民俗上的那种禁忌气氛刚好还没有散掉。3个条件叠在一起，9月天生就是一格好靶。你圈9月，跟你在超市里挑最靠近门口的那条结账线是同一种聪明。讲到这里，我们得把镜头拉回自己家。台湾的观众对水这件事其实比谁都熟，我们每一年都在看水库的水位，上半年怕它太低要限水，下半年怕它太高要泄洪。2009年8月8日的莫拉克，我们到今天都还记得，南部一天下了将近2000毫米的雨，小林村整个被埋掉，全台600多人罹难或者失踪。那一场不是预言讲出来的，那是气象单位的雨量站一格一格记下来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过真的泄洪，石门水库泄洪的时候，下游沿岸会先响警报，会有广播车开过去。曾文水库、南化水库，每一次台风前后都是新闻。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泄洪的画面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对水根本不陌生。我们陌生的是另一件事，我们不太习惯去分辨一则关于水的讯息到底是水利单位发布的，还是某一个频道剪出来的。这2种讯息在手机荧幕上长得一模一样，都是一张图加一行字，都会让人心跳快一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有一支真的水位计，它就在中央气象署的网页上，就在水利署的水库即时资讯上，就在每一次台风来之前的预报路径图上。那支水位计不会给你倒数的快感，它不会跟你讲冥王，也不会跟你讲气运，它只会冷冰冰地告诉你目前蓄水率几%，目前累积雨量多少毫米，目前警戒水位在哪里。它一点都不刺激，可是它是唯一一支真的插在水里面的。那2026年的9月呢？我必须诚实地说，到我们做这支影片的时候为止，
公开资料能确认到的程度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查到气象单位对这个季节的一般性展望，我们可以查到长江水利部门每一年的汛期调度规则，我们可以查到三峡在汛期必须把水位控制在145公尺这件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气象机构，任何一个水利机构公开发布过任何一份指明2026年9月会有毁灭性水患的预报，没有，一份都没有。因为以现在的科学能力，逐日的降雨预报大概只能做到10天出头，超过那个范围就只能讲几率跟趋势。所以你看，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地球上最强的那几台超级电脑，算到第11天就必须诚实地说我不确定。而一个被转述了3层的说法，可以直接指定一整个月，而且指定得毫不犹豫。到底哪一边比较谦虚？这个问题我留给大家自己想。可是我要讲一件事，这件事跟预言完全无关，跟真的水有关。三峡下面是金江河段，那一段的河床高过两岸的地面，是典型的地上悬河。1954年那一场大洪水，金江分洪区3次启用，把水放进去淹自己的田，救下游的城。1998年那一场，全国因灾死亡的官方数字是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1660亿元人民币，2亿多人受灾。那一年，金江分洪区的居民已经接到准备撤离的通知，眼看着几十万人的家就要被自己人放水淹掉，直到现实反转，最后一刻刹车踩住，分洪区没有启用。所以住在下游的那些人，他们对水的恐惧根本不需要任何预言来提供。他们的恐惧是有户籍的，是有田契的，是每一年6月就自动开始的。当一支影片把他们的家乡拿来当成一个耸动标题的背景板，我不知道他们看了会是什么感觉。这一句话有点沉重，可是我觉得该讲。我们在这里把它当成一个有趣的都市传说在拆，他们在那里是真的每年要看水位。那溃坝到底可不可能？工程上任何结构都有失效几率，这句话是诚实的，我不会说绝对不可能，那也是一种造假。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证据等级。三峡的设计标准是1000年一遇洪水正常运行，10000年一遇加大 10% 校核，这些数字写在公开的设计文件里。而溃坝的说法，从2019年那张弯掉的图到现在，始终没有拿出任何一份可以复核的监测数据。所以我们的结论还是那一句，目前公开资料能确认到的程度就是这样。这座坝可能有各种问题，泥沙、生态、移民、地质，这些都有实实在在的学术讨论在进行，但是溃坝不在那一份清单上面。好，我们把今天的3个角色叫回来，站成一排。编制外冥王，一颗连生日都还没过完的矮行星，被天文学开除，被占星学升官，现在刚刚搬进一个名字里有水，属性却是风的星座。红色蜈蚣，一排负责提放闸门的门市起重机，永远在镜头里，永远没有台词，却帮全世界的内容农场打了20年的免费工。日历狙击手，一本日历，一支笔，圈1个月份，然后搬张椅子坐下来等。这3个东西凑在一起，就长出了一支20分51秒118452次观看的影片。你说这里面哪一个是假的？其实一个都不假。冥王星真的在水瓶座，起重机真的是红的，9月真的会下雨，三峡真的存在，郑守仁真的在2020年去世，泰国真的有圣物文化，每一个零件都是真的。假的只有把这些零件焊在一起的那几条焊缝，而焊缝是看不见的，因为它藏在零件跟零件的中间。这才是这一类内容最难拆的地方，它不骗你零件，它骗你组装说明书。那编制外冥王会不会在9月做什么？它会继续在水瓶座上慢慢爬，一年大概走1度半，跟前一个月一样，跟后一个月也一样，跟明年也一样。红色蜈蚣会不会在9月做什么？它会继续趴在185公尺高的坝顶上晒太阳，除非有闸门要提。日历狙击手会不会在9月做什么？这个我可以打包票，他会非常忙，所以9月要来了，30天。如果那一个月长江流域、东南亚、日本、台湾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比较大的水，那句9月有水节就会被截图、被转发、被封为神预言，而且不会有任何人回头问一句，他当初讲的到底是哪一条河、哪一天、哪一个国家？如果30天平平安安过去了，那也不会有人回来对账，因为到了10月，墙已经换了一面，线已经重新画好了，画在11月，或者干脆画在明年3月。而我最想不通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明明有那一支真的水位计，就在气象署的网页上，免费、及时，每10分钟更新一次。台风来的时候还会自己跳警报。他从来不跟我们讲冥王，不跟我们讲气运，不跟我们讲财富转移的秘密，可是我们就是不看。我们宁愿听一个隔了3层转述的月份，也不肯点开那个一直开着、一直在更新，而且真的插在水里的即时页面。也许水位计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吧，他太老实了。他只会告诉你现在几公尺，不会告诉你你是不是那个被选中的人。而我们想听的从来就不是水位，我们想听的是有人愿意替我们把某一个日子圈起来，让那30天看起来比别的30天重要一点。反正9月30天一天一天过完就知道了。到时候如果真的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大概也不会失望，因为我们早就转头去看11月那一条线被画在哪一格了。为什么有人说赤马红羊节真的来了？2026年农历新年刚过，中国南方就接连发生地震，在云南和广东，短短几天内大地2度颤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预言正在应验？国际知名灵媒早在此前就点明这个月中国将有霜灾，如今看来，难道所谓的大节已经拉开序幕了吗？大年初一深夜，喧闹的云南西双版纳夜空骤然传来低沉的轰鸣。一位到西双版纳旅游过年的王女士正慵懒地躺在酒店的床上，一边刷手机一边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丝毫没有察觉不寻常的征兆。就在此时，她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整张床剧烈晃动起来，床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那感觉就像坐上了突然失控的机动游戏，让她懵了几秒，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幻觉。23时05分，短短几秒的摇晃宛如灵异事件。王女士一开始还以为是隔壁房间搞出了巨响，然而很快，房间内的电视荧幕突然自动弹出地震警报的警示画面。她这才回过神，发现自己正身处地震之中，而且震源就在附近。随着意识到地震来袭，酒店内瞬间乱作一团，有人惊慌失措冲出房门，甚至有的人只来得及裹上浴巾就冲出走廊，也有父母干脆抱起尚未穿衣的孩子，一头扎进逃生的人流，拖鞋拍打地板的踢踏声此起彼伏，走廊和楼梯间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叫。王女士和家人也顾不得多想，赶紧跟着人流一路小跑，撤到楼外的空地上避难。只见3更半夜的空地上聚满了男女老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震惊与后怕，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刚刚那突如其来的摇晃。不少游客更是头一回体验如此明显的地震，纷纷感叹真是让人终生难忘。过年本该宁静祥和的夜晚却变成一场虚惊。这场发生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的地震，经测定规模为 4.6 级，震源深度约10公里。由于震中距离市区仅10多公里，景洪城区有明显震感，好在地震并未造成严重破坏。据当地政府通报，目前没有房屋倒塌或人员伤亡报告，城区供电、通信、交通等秩序正常，年节期间的旅游活动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只是人们心中仍残留着余悸。然而这次地震发生的时间点极不寻常，正值大年初一，人们团圆庆祝的新年之夜。民间素来忌讳在新年听见震这种不祥字眼，没想到马年一开始就闹出真地震，不免让许多人心中蒙上一层阴影。这新年的开局未免太惊魂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次西双版纳地震后没几天，广东那边也跟着抖了一下。2026年2月20日午后，正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新春假期的尾声时，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突然发生 4.0 级地震。虽然震级不算高，但由于震源浅，人口密集，周边许多城市的居民都明显感受到了晃动。广州、深圳、珠海乃至佛山等地都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惊呼，刚刚是不是地震了？整栋楼都在轻微晃。一时间，广东人纷纷议论起来，毕竟南粤大地平日甚少地震，许多人这还是平生头一回在广东感到地动。有人在办公室楼上看见吊灯摇晃，有人在自家沙发上明显觉得晕眩。那一刻，大家不约而同停下手头的事，四处张望，确认是不是自己感觉错了。
随后各种聊天群里已经炸开了锅，阳江地震了，深圳也有震感。短短几分钟内，地震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珠三角。所幸这次广东阳江的地震同样没有造成灾情。根据地震部门的分析，震源位于阳西县附近11公里深处，属于一次轻微地震。尽管如此，对广东人而言仍着实罕见。上一次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感到明显震感，不少人已经想不起是什么时候了。平日安稳的大城市里，办公高楼摇了几秒，让大伙心头平添几分不安。事实上，广东并非从未遭遇大地震。就在上一个马年循环的1918年，广东沿海的南澳岛附近便发生过一次规模约 7.5 级的大地震，造成近1000人罹难，震波甚至波及香港、澳门等地。那场南澳大地震恰好发生在农历新年期间，许多人正在过年时猝不及防遇震。当时的记录形容广东、福建交界处山崩地裂，海啸汹涌，这是华南地区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巧合的是，1918年正是丙午马年，60年一甲子后的今年又逢马年，相隔一个甲子的南方震动，难免让人浮想联翩。短短3天之内，西南的云南和华南的广东先后出现地震，南北双震的巧合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戏称马年刚到就鲁开震界，莫非真像网传的那样，赤马红羊节要来了？所谓赤马红羊节，最近在民间被炒得沸沸扬扬，指的就是今年的丙午马年和明年的丁未羊年。这2年因五行属火，火象征红色，又分别对应马与羊2个生肖，所以俗称赤马年和红羊年，并流传着逢此双年将有大劫难的说法。这种说法源于中国古代的谶纬预言文化。南宋有位学者柴望，在他的著作《丙丁归鉴》中就提出了赤马红羊节的概念。他翻阅历史后发现，凡是遇到丙午、丁未这相连的2年，往往天下多有变动，灾异频仍。因此他提醒世人居安思危，尤其统治者更要戒慎恐惧。历史上确实不乏巧合之处，上一次出现赤马红羊年是1966年和1967年，那2年对中国而言可谓多事之秋。先是文化大革命风暴自1966年席卷全国，社会动荡不安。随后在天灾方面，1966年春天，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数千人罹难，一片残垣断壁。紧接着1967年夏秋间，全国多地又闹饥荒和洪水，人民生活雪上加霜，政治斗争和自然灾害相伴而至，仿佛真应了那劫字。再往前追溯，1906年至1907年恰逢上一个丙午、丁未年，彼时清朝风雨飘摇，革命风潮暗流涌动，终于4年后清王朝土崩瓦解。此外，1906年前后，国内也是灾害频发，瘟疫饥荒此起彼伏。再比如1846年、1847年正值晚清，道光年间大旱灾和战乱接踵出现，而不久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改朝换代的序幕渐开。类似的历史巧合还有不少，于是赤马红羊必有劫难的传言在民间愈传愈玄乎。每到这2年，不仅老百姓提心吊胆，据说古代皇帝也会额外举行祈福攘灾的法事来求个心安，可见这个说法的影响之深。当然，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看，年份本身未必真能决定什么。有学者指出，所谓赤马红羊节不过是古人对风险年份的一种提醒，其依据的历史统计也不够全面。更何况60年轮回一次的大劫说法太过笼统，其中不乏幸存者偏差。我们很难说每逢这个双年就一定天下大乱，毕竟太平无事的时候没人去强调，而一旦碰巧有动荡就被归因于此。但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甫一开始，这2次南方地震的相继出现，恰好给今年蒙上了神秘色彩，使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这古老的预言。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一位国际灵媒在事前就看见了这一幕。他警告今年年初中国将有双重灾难，并点明了可能受影响的地区，而如今的情况竟与他的预言不谋而合。这位灵媒就是有现代诺查丹马斯之称的朱瑟里诺·卢茨。
朱瑟里诺是巴西著名的预言家和灵媒，据说自幼就拥有通过梦境预知未来的神秘能力。他声称许多灾难在发生前都曾在梦中提前播放给他看，为此他还习惯将梦见的预兆写成信件，寄给相关国家的政府或机构，以示警告。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朱瑟里诺过往的一些预言事迹确实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未卜先知。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门答腊9级大地震和毁灭性海啸，夺走了数十万条生命。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朱瑟里诺早在1996年就曾把一封预言信寄给某国驻印大使馆，在信中他清楚写道，2004年12月26日清晨，南亚将发生 8.9 级强烈地震，并引发高达10米的巨浪海啸，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沿海将遭受灭顶之灾，至少1万人死亡。事后证明，他预见的时间、地点、灾难性质几乎与现实完全吻合，甚至伤亡人数的级别都预估得惊人精准。要知道，连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地震专家和海啸监测系统也无法在事前做出任何警报，这位巴西预言家却提前8年就写信预警，不禁让许多人瞠目结舌。除了海啸，朱瑟里诺还自称预见了911恐怖攻击事件。他说早在1989年就梦到美国纽约的双子塔将遭遇恐怖袭击，于是寄出了一封警告信给美国总统和英国驻美领事馆。那封信也经公证处公证，内容提到世界贸易中心会在1993年遭到严重攻击。结果1993年2月，世贸中心地下停车场确实发生了一次炸弹爆炸，但仅造成局部破坏，双子塔并未倒塌。然而2001年的9月11日，他梦魇中的场景真正应验，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世贸双塔，引发举世震惊的灾难。虽然他的日期预测早了几年，但那封存档的警告信让事后的世人不禁后怕，倘若当初有人重视他的梦境讯息，会不会改变历史走向？类似的案例在朱瑟里诺身上层出不穷。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哥伦比亚太阳神号航空事故，甚至日本2011年大地震，据称他都曾在恶事发生前于梦中目睹并发出预警。当然，也有一些预言最终并未成真，或是时机与细节有所出入。对此，朱瑟里诺往往强调，预测并非宿命。他认为自己梦见未来并不是为了宣布无法更改的命运，而是上天给人类的警示。如果我们及时采取行动，或许能改变未来的结果。所以，当他的某些预言未发生时，他反而庆幸灾难被避免了。然而，对于2026年的到来，朱瑟里诺却显得格外忧心。他在最近的预测中多次提到中国，甚至用了相当严厉的词汇，仿佛看到了某种巨大的危机。就在今年年初，他发布了一系列2月的环球预言，其中明确指出，强震可能袭击中国，造成人员伤亡，暴雨、洪水和山体滑坡可能导致水坝决堤。这番话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强震、水坝决堤听起来就像重大灾难的场景。巧合的是，2月中旬云南、广东接连的地震似乎正印证了强震袭击中国这句预言的一部分。虽然所幸这2起震级不算太高，也未出现人员伤亡，但毕竟震中一个在人口众多的旅游城市附近，一个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腹地，确实都算惊险。如果不是福大命大，稍微再强一级，后果就难以设想。更让人不安的是，朱瑟里诺提到的灾难还不止地震，还有洪水和水坝溃决的隐患，这让许多中国网友联想到去年各地的洪涝灾害和水库危机。今年极端天气频繁，特别是2023年夏季，北京、河北一带就遭遇超历史的特大暴雨，洪水围城，一些水库一度告急溢流。如果未来1年好雨再临，会不会真的出现水坝失事的惨剧？想到这里，不禁令人脊背发凉。朱瑟里诺的预言似乎为赤马红羊节提供了国际视角的注脚，他用超自然的方式得出的警示，竟与中国民间古老的结束传说不谋而合。更巧合的是，还有其他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先知，也都把目光投向了近年中国可能发生的大灾。例如，保加利亚著名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家奶奶，就曾留下预言，某年大地将升起双火，
团结之手被折断。许多人解读这段隐晦的话与东亚局势和灾难有关，认为可能暗指战乱或重大天灾。英国的预言家克雷格·帕克则在最近的预测中警示说，中国将面临一次审判级的大地震。帕克甚至将这场大地震跟政治因果联系起来，暗示中国积累的某些恶业将被清算。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偏激，他们至少说明了在全球神秘学圈子里，一股对于中国将临浩劫的预感正在汇聚，而时间指向的正是当下这个节点。面对这些耸人听闻的预言与迹象，我们该作何反应？是一笑置之，全当迷信，还是半信半疑，提高警惕？回顾历史，真正的大灾难来临前，其实往往存在一些蛛丝马迹，只是很多时候人们不愿相信或者忽视了它们。例如大地震之前，动物会出现反常行为，这在古今中外都有记载。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传闻当地井水无故上冒气泡，发出怪声，夜里还有人看见天边闪现诡异的红光。2008年汶川地震前10多天，四川某地出现成群的蟾蜍在公路上集体出游，场面骇人听闻。当时很多人不明所以，动物学家解释说是气候原因导致蟾蜍迁移，地震局也否认和地震有关。然而10多天后的大灾难让所有人追悔莫及。也许那上万只着急出走的蟾蜍正是嗅到了地壳深处的不安。纵使科学无法证明两者联系，但人们宁愿相信那是大自然发出的警告信号。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子证明，提前预测地震并非完全不可能。著名的1975年海城地震，中国科学家正是结合了一系列异常迹象，例如地下水位骤变，群众和动物出现种种异常，发出了紧急警报，组织东北辽宁海城地区的居民提前撤离，成功避免了重大伤亡。这是世界地震预报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然而仅仅1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还是让国人猝不及防，显示出预测地震的巨大难度。就在过去的2025年，云南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心惊的异象。先是3月下旬，邻国缅甸发生 7.7 级强震，云南边境地区明显感受到剧烈晃动。而在地震当天下午和次日，云南多地的天空接连出现罕见的景象，只见太阳变成一个殷红如血的圆球，高悬天际约半小时之久，整个天空仿佛被染上一层诡异的色彩。许多当地居民惊得目瞪口呆，直呼头一回见到血红色的太阳，心中发毛。有网友联想到古书上记载血日当空则地动，不禁脊背发凉。果然，就在那血日异象登上网络热搜的同一天夜里，云南曲靖市境内真的发生了 4.4 级地震。虽然不算大震，但也让人心跳漏了一拍。更奇特的是，不到1周之后，云南又有人拍到血红色天空的夜景，仿佛整片天幕被夕阳余烬烧透，红得不真实。在同样时期，临近的四川也有人目击夜空呈现罕见的紫色光幕。这些离奇天象引发种种联想，网上议论纷纷。今年注定不平凡，天有异象，恐有大事，会不会是灾难的前兆？即便气象专家出面解释说，血日奇观可能是大气散射和折射效应，紫天空可能与特殊云层条件有关，但许多人仍将信将疑。不仅如此，那几天华南华中一带气候也极为反常，时值初春，本该渐暖，江西、湖南等地却飘下大雪，甚至出现罕见的米粒状冰线，漫天仿佛下着白色大米，落地会弹跳破裂，古人称之为米雪，也是极不寻常的景象。古代典籍记载，雨线兆凶，意思是在春暖时节降下这种雪线是不祥之兆，往往预示君失其道，臣下不忠，天下将乱。种种反常现象汇聚在一起，难怪民间开始人心惶惶。有人直言有种末日来临的既视感，而事实上，朱瑟里诺在那时候的预言亦有提到2025年4月，中国可能发生7级左右的大地震，并伴随极端强降雨和水坝险情。所幸2025年并未出现如此剧烈的地震，但不少地区的洪灾倒是部分应验了。究竟是逢凶化吉，还是灾未降临，真的很难说清。到了现在，2026年，
我们似乎正站在风暴前夕的宁静中，回顾过去一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前奏，诡异的血日，惊走的蟾蜍，天降的米雪，再加上这开年的南方双震，所有这些迹象和传说交织在一起，让人不由自主地思考，难道真有一场大劫在前方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我们吗？马年的开局已如此刺激，接下来还会有什么？那位灵媒口中的强震，会不会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还在酝酿，是否真会有某座水坝在洪水中不堪重负？亦或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其他灾厄正在暗处积蓄力量，准备在这赤马红羊2年期间爆发？面对未知，恐惧固然在所难免，但也正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改变未来的可能。预言毕竟不是以下的判决，而更像一封提前送达的提醒信。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无稽之谈，把巧合当作笑谈，也可以选择从中汲取一点警醒，未雨绸缪。毕竟不管预言准不准，身处地震多发带的居民做好防灾准备总没错，备好应急包，了解避震要点，加固危险建筑，关键时刻都可能救人一命。至于那些宏大的结束，普通人或许改变不了历史潮流，但至少可以保持理性和善良，努力让自己和家人立于不败之地。或许最终2026年和2027年会像普通年份一样平安度过，我们回头看时会庆幸担忧过头，又或许未来某天回想今天的讨论，我们会惊觉许多事早有伏笔。历史长河里，人类曾无数次面对天灾人祸，也无数次从废墟中崛起。我们这代人正经历的，不论是劫是福，都终将成为下一代人口中的故事。蚂蚁启程，羊在路上，希望我们能平安度过这所谓的赤马红羊节，也希望预言终究只是预言，大劫化于无形。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不妨睁大双眼，留意脚下大地的每一次脉动和天空给出的每一道暗示，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刻灾难会突然降临，又是哪一道征兆可能拯救生命。总之，马年的开场已经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无论你是否相信预言，这段离奇而真实的经历都提醒着我们敬畏自然，居安思危。也许预言中的剧本正悄然展开，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角色，但剧本的结局如何，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怀着希望与戒备走过这不平凡的年份，静待时间去验证一切。或许若干年后再谈起2026年的这个春天，我们会莞尔一笑，只觉得那不过是一场虚惊。也或许我们将以这一年为分界，见证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世事难料，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加珍惜当下每一天的平安与团圆。愿大灾不至，愿人间无劫。如果命运真的来敲门，我们也已经有所准备，不再惊慌失措。马年伊始的双震将会是虚惊还是序曲，只有时间知道答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传说与现实之间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